如果说有哪个演员能称得上千面影帝这个称号的，那一定就是他。他就是约翰尼·德普，一个让你永远都猜不到他到底出演了什么角色的男人。这个是他，这个是他，这个还是他，这个也是他。这个依旧是他，这里的每一个都是他。在踏入演员这个行列当初，德普就迷上了出演各种奇怪角色的事情。或许是从小被家暴、被抛弃的悲惨经历，才让他一直这么想证明自己。他不是一个垃圾，他是一个能在演艺圈闪闪发光的演技之王。而今天，就让我们走进他疯癫怪诞气质第一次被挖掘出来的电影《剪刀手爱德华》，去感受他那封神般的演技，去感受一个被美国各大奖项眷顾了几十次的男人，第一次就究竟带给了我们一场怎样牛叉又华丽的表演。作为女主之一的销售员佩格已经1个月没有开单了，而她手中的化妆品推销也总是屡屡碰壁。小镇的居民总是开心的体验完之后，却1分钱都不花，甚至有的还会破口大骂，要钱的话还要我体验干啥？而无奈的佩格则十分的无奈。但就在她整理自己的后视镜的时候，就突然看到了身后的山上有座城堡，而传说那里是一个诡异至极的城堡，所有靠近的人都没有一个有好下场。但佩格想着能住得起这个城堡的人肯定是个有钱人，于是为了自己的业绩，他也只好豁出去了。但可就当他走进这个庄园时，却直接大吃了一惊。那花园里面充斥着各种植物剪成的造型，宛若童话世界一般，和城堡的外面却完全相反。它阴森、破败、荒芜、恐怖，除了那布满蜘蛛网的机械设备外，就什么也没有了。于是他便壮着胆子就上了楼，可是无论他怎么呼喊，都没有任何人回应。直到他来到了一座废弃的阁楼，他才看见了一个人影。Hello, hello. Why are you hiding back there? You don't have to hide from me. I'm Peg. 可就当他看清对方之后，他却立马后悔了。那人他满脸伤痕，还有一双剪刀手，而这也吓得佩格当场就准备逃跑。可好在对方及时开口，佩格这才察觉他没有攻击性，才停下了脚步。原来这座古堡的主人是个发明家，而发明无数的他甚至创造了一个人，那就是爱德华。为了能让爱德华真正的走进人类的生活，他则开始给爱德华改造身体。可就在最后一步要给他换手时，发明家却突发疾病去世了。就这样，爱德华成了这副鬼样子，独自生活在了城堡很久。而在得知他一个人生活，并且单纯的像个孩子之后，善良的佩格则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I think you should just come home with me. 爱德华终于如愿地离开了古堡，来到了人类的世界。那五彩斑斓的房子，形色各异的人，他东张西望，手舞足蹈，对这一切都充满了好奇。可然而人还没到家，不亚于村口情报站的太太们就已经开始发力了。佩格带回了一个怪人的消息，就这样传遍了整个小镇。很快，佩格将爱德华带到了家里，热情地介绍起了照片里的家人。而就当看到佩格的女儿金时，爱德华却呆住了。没有健全人类感情的他，不知道这就是一见钟情。而此时的金和男友却外出游玩，并不在家，所以佩格暂时将他安顿在了金的房间。而这里的一切都让爱德华无比的新奇，于是他像一个孩子一样四处的研究。爱德华就像是个做错事的小孩，急忙慌乱地穿衣服来掩饰自己。然而剪刀手却让他异常的艰难，幸好有佩格的帮忙，可好不容易穿上那背带的裤子，又不小心被剪断了。显然他要适应并接受这个世界还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佩格一家似乎也很快就适应了他的到来。爱德华也第一次品尝到了人类的美食。晚上，爱德华就睡在金的房间，为了不扎破水床，他也只能乖悄悄地将剪刀手放在胸口。很快，大家又开发出了爱德华的不同使用方式，比如给佩格当化妆的实验对象，比如修剪草坪。爱德华的剪刀飞舞，轻松就修剪出了一个恐龙，而父亲则当场躺平，任由爱德华自由发挥。看人家四口的雕塑，大家都十分的开心。可就在这时，一个神婆却突然出现，莫名其妙的说了一段话。Not heaven he's from, it straight from the stinking flames of hell. Power of Satan is in him, I can feel it. Can't you, if you poor sheep strayed so far from the path? We're not sheep. Don't come near me. 不仅如此，爱看热闹的太太们也紧随其后，想见一见这个新来的家伙。佩格还因此准备了一场烧烤派对。爱德华也捡起了老本行，切菜信手拈来。但就当他看到佩格开罐头时，爱德华却突然陷入了回忆。那时的他还只是流水线上的一个切菜机器，于是发明家灵光一闪，才让他拥有了人类的灵魂。邻居们都十分的欢迎爱德华的到来，他们好奇他的剪刀手，好奇他的身体构造。孩子们想和他玩石头剪刀布，而大人们则将他当作烧烤工具。还有人安慰爱德华，每个人都有缺陷，并为此而难过。而浪姐还爱美的喂他沙拉，甚至盛情邀请他到家里做客。爱德华一下子就成了香饽饽，但不懂人情世故的他只知道人们接受了他，因此十分的开心。在深夜外出游玩的金被男友送了回来，他还不知道爱德华的到来，进屋就开始脱衣服，而爱德华也只能躲着不敢出声。全家人都被吓醒了，看着同样被吓坏的爱德华，父亲则给他倒了杯酒，骗他是柠檬水。不知情的爱德华直接就干掉了。
瞬间就上了头。刚跟女儿解释清楚的佩格带着金过来，想让两人重新认识一下。Edward, this is our daughter, Kim. Kim, this is Edward, who's gonna live with us. Hi. 从这之后，爱德华免费为邻居修剪灌木，在他巧夺天工的剪刀手之下，整个小镇都焕然一新。而浪姐更是十分的热情。Wouldn't you like a nice cool glass of lemonade? Lemonade. 而最让爱德华在意的还是他一见钟情的金，但金的男友一眼就看出爱德华对女友的情谊，于是他果断就抱起金宣誓主权。在家庭聚会上，爱德华想给金加一块牛肉，但却不小心掉在了金的身上，并引起了男友的嘲笑。爱德华有些难过，无论他把花草修剪得多么好看，却都似乎修复不了和金的关系。这天照常修剪的爱德华突然盯上了一旁的长毛狗，一阵刀光咔嚓下，长毛狗瞬间就变成了优雅的贵宾犬。而这个消息也顺便就传遍了小镇，成为新的时尚潮流。家家户户都带着小狗前来，而浪姐更是大胆，她想让爱德华帮她修剪一下头发。从这以后，爱德华彻底出名了，千奇百怪的发型在他手中诞生，甚至有电视台邀请他去采访。观众如同那些邻居一样，好奇着爱德华的一切。Anyone else? Yes, stand right up. But if you had regular hands, you'd be like everyone else. Yes, I know. I think he'd like that. But then no one would think you were special. You wouldn't be on TV or anything. No matter what, Edward will always be special. 还有人问起他有没有喜欢的人，这让爱德华瞬间就紧张了起来。他手足无措地盯着镜头，和慌乱的眼神里就显得异常的坚定。电视机前的金有种奇怪的感觉，而就在他快要说出那个名字时，他却不小心剪断了电线，瞬间就被电翻在地。深情的告白就这样变成了一场闹剧，而此时男友更是大声嘲笑，这引得金十分的生气。爱德华在出名后，浪姐决定帮他开一家美发沙龙，可爱德华本不想接受，但就在听到可以帮佩格推销化妆品时，他这才同意了。可没想到浪姐醉翁之意不在酒，直接将他带到了最里面的小房间里，并推倒在了椅子上，打开了暧昧的音乐，甚至开始脱衣服。单纯的爱德华哪见过这场面，急忙就推开跑路，甚至还将这件事原封不动地讲给了佩格一家人听。一家人除了震惊还是震惊，不过佩格还以为是爱德华想创业，于是便带着他来到了银行贷款。可爱德华没有存款，更没有信用记录，根本就贷不了，于是佩格只能安慰他另想办法。可根本不懂这些的爱德华根本就没有在意。独自回家了的他碰到了没有钥匙开门的金和男友，于是他果断用自己的剪刀手轻而易举地打开了房门。男友惊喜地发现爱德华竟然还有这个技能，于是想劝说爱德华帮他打开老爸的金库。他早就想买车了，但父母却一直希望他自力更生。可金不太愿意，但在男友甜言蜜语的 PUA 之下，他还是同意了。隔天晚上，趁着父母外出度假时，爱德华就在金和男友的欺骗下来到了男友的家门口。出于对金的信任，爱德华很快就打开了门。Bastard had it wired separately. Come on. Jimmy, come on. Leave him here. Come on, Stop. Put me down. 男友带着金跑了，于是警察很快包围了住宅。由于手上的剪刀，警方差点将他击毙。好在知情的邻居冲出来，这才拦住了警察。但爱德华因为盗窃被捕了，佩格匆匆赶到，但他却没有责怪。Hello, Edward. Oh, Edward, dear. I blame myself. What in God's name was going through your minds? What were you gonna do with that stuff once you had it? Oh, I blithely say, oh, we'll get money for the salon somehow, but I never meant stealing. Dear, stealing is not the way to get it. Stealing is not the way to get anything. 佩格以为爱德华还是想创业，因为贷款不通过，所以这才偷了起来。对此，爱德华却丝毫不解释，他不想供出金，默默地担下了一切。但好在医生诊断爱德华没有明辨是非的能力，这才被放出来。可小镇的流言蜚语很快却多了起来，他们害怕爱德华下一个要偷的就是他们家。而怀恨在心的浪姐也借此泼脏水，说爱德华试图强暴她，而记者也闻风而动。只是一晚上，爱德华就从引人注目的明星变成了人人避之不及的窃贼。眼看事情发展到了这一步，金既愧疚又感激。Thank you for not telling them that we You're welcome. must have been awful when they told you whose house it was. I knew it was Jim's house. You did? Yes, Well, then why'd you do it? because you asked me to. 就在这时，男友也找了上来，金无法忍受男友无所谓的态度，两人大吵了一架。而爱德华看到男友的出现，则愤怒地划破了家里的窗帘和墙壁。
就像一个被人忽视的小孩，无助地宣泄着自己的情绪。可父亲没有生气，他表示会更换破坏的东西，但此时最重要的是要给爱德华做一个道德测试。 You're walking down the street, find a suitcase full of money. There's nobody around. No human person is in evidence. What do? A, you keep the money. B, you use it to buy gifts for your friends and your loved ones. C, you give it to the poor. D, you turn it into the police. Give it to my loved ones. Oh, Edward, it does seem that that's what you should do, but it's not. You dope. Everybody knows you're supposed to give it to the police. 爱德华不知道正确答案，他只是说出了内心的真实想法。因为那些流言蜚语，佩格举办的圣诞晚会没有人愿意参加，而本该热闹的节日却格外的冷清。但为了安慰失落的爱德华，佩格还是特意让他替自己理发，即使头发已经很短。他知道现在的爱德华需要被需要的感觉。 可爱德华却依旧孤独，正在布置的金突然发现，从不下雪的小镇竟然飘起了雪花，而走出来一看，竟然是爱德华在雕冰雕。这样美轮美奂的场景让金陶醉不已。可就在这时，男友却突然出现。被吓到的爱德华不小心划伤了金，但男友却诬陷他是故意的，就这样把他赶了出去。金此刻气愤极了，于是当场就提出了分手。爱德华在被赶出来后，愤怒地剪掉了身上的衣服，戳破了汽车的轮胎，甚至就连路边的雕塑也不放过，甚至还报复了一下神婆。 爱德华的行为引来了警察，而整个小镇也都被惊动了。此刻的佩格感到了有些无力。 You know, when I brought Edward down here to live with us, I really didn't think things through. And I didn't think about what could happen to him, or to us, or to the neighborhood. And now I think that maybe it might be best if he goes back up there, because at least there he's safe, and we just go back to normal. 事已至此，他们首要的还是要找到爱德华。 留下金在家等候，而此时的爱德华孤独地坐在街边。偌大的小镇似乎不再有他的存留之地。可突然，一只长毛狗跑到了他身边。爱德华贴心地为他剪掉挡住眼睛的毛发，露出一丝笑容。爱德华依旧是那个善良单纯的爱德华，可小镇却不再是一开始的小镇了。就在这时，警车出现在街头，爱德华急忙逃跑，兜兜转转下，还是跑到了他最熟悉的佩格家里。 Are you okay? Yes, are you okay? Where is everybody? Out looking for you. Me. 爱德华害怕自己的剪刀会伤到金，正如他的爱总是害怕靠近。然而金却主动抱住了他。恍惚间，爱德华想起了他的父亲。那天同样是圣诞节，父亲送给了他一个最珍贵的礼物——一双人类的双手。爱德华小心翼翼地触摸着，生怕弄坏。可命运无常，父亲却突然去世，倒在了他的面前，而那双手也摔得稀碎。爱德华不知道何为死亡。 他想要叫醒父亲，可锋利的剪刀手却划破了父亲的脸庞。那一天，他失去了自己的父亲，也失去了自己的双手。而今天，他得到了心爱之人的拥抱，哪怕只是片刻。就在这时，男友醉酒撞到了路边的雕塑，眼看就要砸到佩洛的儿子，爱德华急忙救下了他。慌乱之中，想要查看他有没有受伤，却没意识到自己的剪刀手划伤了佩格的儿子。邻居们纷纷围了上来，想要阻止爱德华，也无意被划伤。一瞬间，爱德华的善意再次被误解。下车的男友想要抱出金，但却被他挣脱了。 两人也因此大打出手，而这时的警察也赶来了。金最后看了一眼爱德华，爱德华一路跑回了城堡。善良的警察一次一次开了2枪。What happened? Okay, is he dead? You get him? It's all over. Go on home. There's nothing more to see. 可即便如此，在郎姐的教唆之下，他们并不相信爱德华死了，怂恿大家上山。而此时金早已来到城堡，依旧是那个破败不堪的阁楼。爱德华坐在破败不堪的床上，仿佛被整个世界遗弃。 They're coming. Did I hurt Kevin? No, he's okay. Mostly he was just scared. Lord, so afraid. I thought you were dead. 可就在这时，前男友却突然拿着枪出现。此时的他早已丧失了理智，他认为爱德华抢走了女友，只想打死他。可哪怕天花板的坠石砸下来，前男友不断用铁链毒打，善良的爱德华都没有反抗，因为他的剪刀手已经伤害了太多的人。直到上前阻拦的金被伤害，爱德华才终于决定反抗。 而此时，那群乌合之众也赶到了这里。两人知道他们必须告别了，他们注定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无法走到一起。Goodbye. I love you.
为了保护爱德华，金找到一把废弃的剪刀手，向众人宣告着爱德华的死亡。直到这时，众人才选择相信，相继离去。爱德华就这样活了下来，可他却死了，死在了谎言和误解当中。很多年后，金已垂垂老矣，他与爱德华也再也没见过面。I'm an old woman now. Rather him remember me the way I was. 爱德华却依旧年轻，依然挥舞着他那锋利的剪刀，修剪着他那心里那些美好的东西，就像小王子对待他那独一无二的玫瑰一样。金坚信爱德华还活着。You see, before he came down here, it never snowed. And afterwards, it did. If you weren't up there now, I don't think it would be snowing. Sometimes you can still catch me dancing in it. 而如今窗外又下起了雪，那是爱德华在思念。至此，全片也全部结束。爱德华只是一个机器人，有一双未完成的剪刀手和一张支离破碎的脸，但可他却有一颗比任何人都纯真、善良而又敏感的心。他惶恐又紧张，但却又那么的渴望，从阴暗的角落里一步一步走向我们，走向人间。小镇里的人接纳他，是因为他与众不同的剪刀手；小镇里的人们畏惧他，也是因为这双与众不同的剪刀手。可他的剪刀手却从未想过伤害任何一个人。在这个孤独的城堡里，他能做的除了孤独终生，就只有思念而已。每当雪花降临时，那就便是想念的声音。